多哥是位于非洲西部的一个沿海国家，其全境一半以上为丘陵和沟谷地带。多哥一词在埃维语意为水边。在欧洲殖民之前，这片领土并非是一个统一的历史区域。葡萄牙人到达前夕，多哥境内分布着许多独立的部族，大多数居民以务农为生。15世纪70年代，葡萄牙人侵入多哥沿海地区，开始奴隶贸易。随后，荷兰、英国和法国也加入了贩卖奴隶的行列。17世纪末，多哥、达和美和尼日利亚西部的沿海已成为奴隶输出的主要地区，因而被称作奴隶海岸。18世纪，奴隶贸易的浪潮席卷多哥全境，长达几个世纪的奴隶贸易严重破坏了多哥生产力的发展。18世纪末，多哥境内出现了科托科利人、蒂奥科西人和阿贾埃维人组成的国家。1884年，德国探险家古斯塔夫·纳西蒂加尔在多哥维尔强迫当地国王姆拉帕三世签署了一份文件，声称德国对沿海一大片领土拥有保护权。之后，德国利用英法侵占黄金海岸和达和美的时机，向北扩张，占领了多哥内地大片领土，并于1899年11月和1904年6月分别与法国、英国划定了多哥与邻国的疆界。1905年，这里成为德国的多哥兰殖民地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，因德国战败，殖民地东部连同整个海岸被转让给法国，西部则作为国际联盟的托管地转让给英国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多哥人民要求结束托管。1951年，法属托管区人民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殖民主义斗争。1956年8月30日，法国被迫宣布法属托管区为自治共和国。1年后，英属西部多哥同加纳合并。1958年4月，多哥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选举，组成以奥林匹欧为首的政府。9月，奥林匹欧政府就独立问题同法国举行谈判。1960年4月27日，多哥宣布独立。在1961年多哥大选中，在反对派抵制下，奥林匹欧获得了100%的选票，成为多哥第一任总统。他上任后，试图通过与美国、英国和西德建立合作来减少对法国的依赖。他因此拒绝了阿尔及利亚战争后复员的法国士兵回到多哥，这导致了1963年1月13日的军事政变。2天后，反对奥林匹欧的和平进程党创始人格鲁尼茨基结束流亡，以总理的头衔领导临时政府。1967年1月13日，多哥武装部队在参谋长埃亚德马指挥下发动不流血政变，推翻格鲁尼茨基。1969年11月，埃亚德马创建了多哥人民联盟党。埃亚德马是非洲在位时间最长的国家元首。埃亚德马担任多哥总统，一直到2005年逝世。他的儿子弗雷·纳辛贝在父亲死讯公布后，被多哥军方任命为总统。在非洲联盟和联合国的压力下，纳辛贝被迫在2005年2月25日下台。副议长邦福·阿巴斯被任命为临时总统，直到4月24日选举获胜者就职。选举结果公布后，纳辛贝以60%的得票率获得了总统职务。在他推动下，多哥于2022年6月成为英联邦第56个成员国。2025年5月3日，多哥议会选举让吕西安·萨维·德托夫为该国实行议会制政体后的首位总统。目前，多哥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。多哥拥有世界第4大磷酸盐矿床，农业、磷酸盐和转口贸易是多哥支柱产业。